汴梁八景，周桥明月今何在？一座周桥曾隔开了天家皇城与市井凡尘。这座八朝古都地下藏着怎样的秘密？考古就是开启这座城的时光封印。在开封这个城市考古里边发现的这个粘土层距地表的深度大概是4.5米左右，深的地方要大到6米。再往下，有可能我们再往下挖，就挖到宋金时期的这个城市的一个道路。一河揽古今，一桥通大运。据文献记载，周桥始建于唐朝，称汴州桥；宋代又称天汉桥，民间俗称周桥。北宋时期，大运河横贯东京城，周桥是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京城内御街横跨汴河的重要通道。元明时期，汴河逐渐淤塞，周桥被1642年黄河灌城后的泥沙彻底淤埋，从此消失在世人的视野中。2023年3月28日，河南开封周桥及附近汴河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当年冬天，周桥遗址继续第2次发掘。清理出土遗存，确定地层年代，是田野考古的主要内容。在曹金平眼中，这份工作相当于土里淘金。曹金平身兼多职，不仅是周桥考古队主要发掘者，大学课堂上的教授，还兼任了周桥遗址公众考古基地讲解员的培训师，而他的学生们更愿意称呼他为开封曹老板，因为他一直打理着这桩已经跨越1000年的不动产。2023年年底，考古队在桥体北侧发掘了一条探沟。曹金平期待能找到宋金元时期地面，进而通过地层关系确定现存桥体的始建年代。如今半年过去了，他还没能淘出想象中的黄金。探沟里发现了一层处理讲究的瓦砾夯硬面，可是由于地下水位过高，暂未继续向下发掘，加上出土可鉴定年代的遗物较少，年代暂时难以定论。谁都不知道周桥究竟有多少未解之谜。早在1984年，考古工作者就发现这里深藏着一座拱券结构的桥，当时无法进一步发掘，只能暂时回填，让周桥身份成谜。时隔34年，为了配合国家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整体战略，周桥遗址重启发掘，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这座拱券石桥的真实身份。2018年3月份，我们对这个地块进行了文物勘探，当时探明的河道东西长大致280多米。当看到这个河道的分布实测图时，我感到很意外，也很惊喜，因为这一段汴河故道的走向就跟北侧我们今天的城市道路自由路几乎是平行的，这也算是对开封城市布局传承的一种体现。周桥遗址位于今天开封中山路与自由路交叉口，是北宋东京汴梁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地标建筑。如果能解开周桥的秘密，将成为迄今关于北宋都城东京最大的考古发现，而一个个困扰了人们上千年的历史谜团也会迎刃而解。北宋至今，开封的中轴线始终未变，而周桥如同封印，关联着所有过往。
周桥到底长什么样？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宋代周桥桥体为柱梁平桥，桥下密排石柱，不通舟船，为平船可过。今天考古发掘揭露的桥体却是砖券结构的拱桥，桥券高达6.58米，明显与孟元老描述的宋代周桥不同。那么，孟元老描述的宋代周桥去哪儿了？讲的有宋代的这个桥梁是孟元老记的，现在又说现场发掘出来是明代的，金元200多年，你弄哪儿去了？金元时期还是宋代的桥，我认为是这样。这个桥是发掘出来是晚期的，早期的桥它怎么样呢？我们都是从文献上来找出来的。有些专家提出来，人家确实有疑问。你这个解释了来说，总感觉这个底气不是说特别足。《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和眼前的这座石桥大相径庭，是前人记载有误，还是考古队判断出现偏差？周桥在金元之际的200年时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接二连三的问题，就像一团团迷雾，始终困扰着考古队员。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没有办法解谜北宋周桥的来龙去脉，后面很多假设和推断都无法成立，所以当时整个考古队的压力都很大。2022年，周桥桥体东侧有一处石破天惊的发现。晋桥两岸的石壁上发现了雕镌的海马水兽飞云图，印证着孟元老的记载，也为1000年前的东京梦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石壁总高5.3米，揭露出来东西长约23米，总长推测约30米。上部刻的海马、祥云、仙鹤等图样，是目前发现北宋时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石雕。考古发现呢，它具有不可知性。尽管说我们通过查阅文献，特别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我们了解到在周桥两岸有石壁，雕刻有这种海马、水兽啊、祥云啊，但是文字只是文字，我们不能期待一定能够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发掘清理出来了巨幅的北宋时期的这样的石雕壁画呢，应该说也是出乎我们的预料。周桥石壁发现以后呢，是我们能够从考古发现的情况能够确证宋代周桥就在这个位置。石壁的发现就相当于在平静的湖面上支了一颗石子，就让我们顿时就感觉到信心倍增。刘师傅，麻烦你打个孔吧。曹金平决定在发掘区域内重新勘探，摸清瓦砾夯硬面范围。要不停地打挺累的，关键这个土太硬了，建筑基础它一般都经过夯打，它很酥，不像沙子，它一下子扎下去，呼啦就提上来。考古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感觉跟玩智商似的。探孔一般不会让人失望，但这次他也束手无策。每一次向下探索，都是一些夹杂着瓦砾的夯土，能钻探的位置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却都没能穿透这层瓦砾夯，线索断了。宋代的地面在哪里？金代的地面又在哪里？你中间有个空白，就不叫千年文脉的一个传承、延续和不间断性了。所以我们要去解读这里边发生了什么。哎呀，新问题。一层瓦砾夯硬面把曹金平粘在了探方里，一边是地下水的世纪难题，一边是发掘面积的局限，似乎陷入了无解的困局。有问题找老师，曹金平邀请王威院士来到周桥。王威受聘于河南大学后，作为学术带头人，
组建起了科技考古实验室，让人们对考古充满想象。目前，比方这个桥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如果我们要是进行一个解剖，当然它是局部破坏性的。解剖完之后，我想知道这个桥它如何修筑的，它的修筑的方法是什么？破坏性有点明显，我们要不要去解剖？不要贸然的就挖那么一个大塘沟，是吧？因为这毕竟已经是遗迹了，所以呢要慎重。总之呢，就是要把对遗物本身的损害降到最低，对，是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因为文物发展保护第一嘛，是吧？也可能有的时候明明知道下边还有重要的遗迹，但是这层遗迹我们要保留，那可能只能就是保留这一层。就是咱们大学的这个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充分的应用。我们这次在周桥，我们取了它的这样一个。王威的探访不仅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给整个周桥考古队提供了新的思路。曹金平找到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金瑞老师，希望借助科技手段，能获得一些全新的信息。就说咱现在挖的洛阳铲打不出来，打不透。现在就是看这个区域有没有这么个瓦片行，这样的话帮助我们来界定一下，它到底是跟这个桥梁有关系，还是跟这个石壁有关系。就跟医生做 B 超差不太多。金瑞首先采用的探地雷达只能探测到1米的深度。为了探测结果的准确性，金瑞又采用流程更为复杂的高密度电阻滤法，可以探到明代地面以下5米的深度。就是刚才那个成语里边回答了腰缠万贯，现在让你体验一下腰缠这一贯是什么个概念啊？我们现在是半串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这么重的重量挎在你腰上什么感觉？就在腰上挎了好几个书包。如果让你腰缠万贯，这样天天走路，你觉得现实吗？不现实。所以腰缠万贯是一个吉祥的寓意。现在发掘现场我们分2个区域，在18年你们来的时候是来的这个区域，然后等待物探结果的间隙，曹金平又做起了他的副业。面对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群，曹金平必须灵活应变，根据受众变换讲解的内容和风格。你给他讲钱币的类型学划分，他听不懂，对不对？但是你给他讲古代的腰缠万贯什么个概念，一上手他就知道了。哦，原来万贯它只是一个吉祥的个寓意。解读这些故事都是靠我们这些年日积月累，就是不同的室内整理，然后文献资料的搜集，包括材料的对比分析。然后只有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认知了，我才能把它故事化、通俗化的讲给大众。现在考古发掘，你不能闷着头在自己开展了，然后你的考古成果跟社会的对接度、社会价值发挥出来没发挥出来，这才是考古成功的一个标准。期待已久的物探结果即将揭晓，曹金平早早地来到学校，希望金瑞能给他带来好消息。过来看看你的那个结果咋样？结果刚处理好，现在不好说。完全泡在水里，对对，地下水太深。化解了这个电法的它的功能性。从物探采集的数据来看，高密度电阻滤法受到地下水的影响，无法获得有效的地层信息。想要探寻宋代周桥，目前必须解决地下水的干扰。这片土地从古至今一直都在为水的问题为难。考古有时也需要运气，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这片看似枯燥的考古工地，其实也处处充满未知的浪漫。曹金平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解开千年之谜，为周桥开启封印。开封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什么是城落城？不是一个房子落着一个房子，也不是一个宫殿落着一个宫殿，一个城墙落着一个城墙。通俗的讲，就是比如爷爷的房子传给了爸爸住，爸爸住完又传给了我，
在爸爸住的时候，他可能维修了屋顶；我住的时候，可能维修了柱子。所以这个房子历经了一个发展和传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房子的位置是大致不变的，但是它的建筑技术、建筑风格，包括它的建筑材料，甚至它的面积都会发生改变。所以开封城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包括周桥，包括汴河故道，都是在一个发展和传承的过程。所以开封是个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址，它承载着开封城市绵延不断的城市文脉。宋代的周桥尚未找到，甚至它可能已经在千年的岁月流转和世事变迁中改建和消失。但周桥却永远不会从开封人的集体记忆中磨灭，它始终伫立在东京梦华录的书页间，伫立在周桥明月的美景里，伫立在市井繁华的汴梁城。周桥，一个代表宋文化的符号，一个定位东京城的坐标，更是一把为时光开启封印的钥匙，是让开封人念兹在兹的精神原乡。周桥之上，探坑成谜，开封不语，一眼千年。